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啊，换取了2800万的现金。现在呢，回到老家的小县城买了5套房子。现在过得到底怎么样了呢？有没有后悔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北漂朋友的故事啊，他的经历也是相当的精彩啊，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借鉴和学习。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，去了北京啊，算是最早的一个北漂一族嘛。2004年的时候呢，就在北京3环附近买了房啊，他家底还算比较殷实吧，当时买房应该是不算什么困难。当时北京的房价也没有那么夸张啊，北3环附近只有5、6千块钱一平，然后他是买了一个100平的一个3居室，当时大概花了也就是60来万左右。家里基本上帮他凑够了首付，然后自己又贷了一部分款，然后每个月还是有点还贷压力的，因为当时去北漂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积蓄嘛。后面呢，他在05、06年吧，然后就开始自己做生意，做那种展会的生意嘛。因为当时整个展会行业还是非常的火爆跟火热的，他也是开了一家公司，做得越来越火热啊。因为呢，当时的互联网包括整个的短视频，整个的社交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，所以说整个行业还不透明，然后整个的价格还相对来说比较偏高的，然后利润率也是非常的可观，所以说他在那几年的时间也是赚到了不少的一个钱啊。在北京那边呢，也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司，公司里面手底下有20、30号那个业务员，也是帮他跑业务嘛。到2010年的时候呢，他手里面的积蓄也是，他感觉也是非常的充足啊，再加上自己的现金有可能用不上，他就在北京那边又买了一套房啊。这个时候北京的房价大家都可以预感到了，动不动一平都是6万、8万，甚至10万的、20万的都有啊。所以说这个时候能在北京买房，朋友的实力真的是可想而知。差不多呢，到2016年、2017年的时候呢，朋友也经常给我打电话说，北京这边展会生意也不景气了，整个行业也是白热化的一个竞争嘛，内卷太厉害了，再加上所有的价格都透明了，真的是不好做。他准备把公司给关了，准备回到老家这边来发展啊。因为北漂这么多年，10来年，虽然说在北京有2套房，在别人眼里算成功人士，但是自己每天也是早出晚归，活得太累了，陪家人的时间也实在陪父母的时间太少了啊。于是呢，他们2口子就商量，决定把北京的2套房子全部都给卖了啊。就是在2018年左右把2个房子全部都卖了，那时候还是房价的一个峰值啊，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跌成这样。我不得不佩服他们两口子的一个眼光，直接就套现了将近3000万，套现了2800多万。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说的时候，我都惊到了，没想到自己的朋友一下子成了千万富翁啊，甚至几千万的一个富翁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沾点光啊，这只是一个玩笑。后面呢，他们2口子就回到了老家的县城啊，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，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，在老家县城呢，直接就花了将近1000万，一口气买了将近8套房子啊，剩下的1800多万就放在银行吃利息，或者是买了一些少部分的理财产品。朋友呢也是闲暇之余呢给我打电话给我透露，他们2口子40多岁，现在直接躺平了，享受这种躺平的生活啊，早早的就自己给自己退休了。他们说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用干，然后自己的家庭收入呢也是超越了大部分的人，就是放在银行里面的利息，包括自己的做理财，一年呢能收个100多万左右啊，好的时候呢能收个200多万左右。我真的是直接震惊跟吃惊了，直接是已经超越了多少人，已经让多少人真的羡慕这种神仙的生活啊。他们说呢，他们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没事干，睡到自然醒，真的是也不用996，也不用007了，也不用每天早出晚归了，还可以有大把的时间陪自己的父母。终于在40多岁实现了财务自由，在国内呢也是把国内的景点基本上玩完了，下一个计划就是准备去国外游览一下世界，然后看一看世界，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。并且呢，他们2口子还是非常大方的啊，在平常的消费上面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拘谨，该买包包买奢侈品就买奢侈品，该添车就添车，该给自己家里添什么智能家居就添智能家居，真的是过得让人悠哉，让人羡慕不已。我真的是都羡慕的流口水了，我做梦都想过到这种日子，但是呢没办法，自己每天呢只能搬砖，来1个月呢辛苦挣几千块钱的工资。我觉得呢朋友的选择是对的啊，真的是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40、50岁就开始躺平了，毕竟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财富，有自己在年轻的阶段奋斗出来的一些东西啊，可以让他们躺平。我们又有多少人羡慕这样的生活呢？但是呢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的生活呢？不知道大家对于朋友的这种选择是怎么看的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